晓得不？方家娶了新媳妇，晓得。听说她以前是上房揭瓦、粪坑点炮的那种的人啊，那么狡，方家那一屋子软和人不会被她欺负吧？嘘。我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不好惹，谁敢招惹我，我就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。怎奈我找了个肤白貌美、有修养的老公，还有这一对寡言少语、没脾气的公婆。老公，这日子一天天过得真是十分寡淡啊！冉冉，淡点好，养生。来，冉冉，吃个葡萄，妈给你剥好了。妈，这葡萄好吃。唉，好吃就多吃一点儿。冉冉，你还没去过阿哲大伯家，明天去他家做客怎么样？好啊，我没问题。不，很有问题。燕回啊，你看这桌子乱的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菜都买好了，在厨房堆着，赶紧去洗了做了，手脚麻利点。好的，嫂子，我这就去忙。二弟，怎么让弟妹干点活你还不乐意了？没不乐意。老公，我能发脾气吗？如果可以，请尽快。很好，属于我的战场终于来了。你瞧瞧你，哪有个姑娘样，上房揭瓦，你比街上的二溜子还熟练，哪个男孩敢要你呀？我很奇怪，就非得有一个人要我吗？没人要，我就会立刻死掉吗？唉，你还不懂，干嘛非得要别人要我？我自己能闯能扛，以后遇上事儿，指不定谁护着谁呢。所以我和我老公出狱是英雄救美，英雄是我，美是他。你们别乱来，我已经报案了。放开他！滚！你好特别，我可以追你吗？你没看到我刚才打人多狠？如果是死在你怀里，我甘之如饴。好家伙，你还挺会。冉冉，你的暴脾气记得收一收。方家这一家子都是软乎性子，父母踏实，方哲也真诚，他们捆一块都不是你的对手，你可不能欺负人家。要是人家欺负我呢，收拾他。你们一家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哟，来啦，快进来。坐吧。英回，菜都买好了，在厨房放着呢，你麻利点收拾。哎，好，我这就去做。这到底是在谁家？请我们来做客，怎么让妈一个人在厨房忙活？妈，你别忙了，咱们出去吃。方哲，你别瞎喊，你妈就爱进厨房忙活，做饭对她来说是乐子。燕回，你说是不是呀？是呢是呢，我喜欢做，你们坐着歇着就行。方哲啊，你年轻不懂事儿，不知道当年要不是我们俩给你家送了5斤大米，你们一家子都得饿肚子。可不是嘛，你妈这是记着恩情，主动做饭报答呢。燕回，抽空出来把地扫一下，脏死了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大哥大嫂，菜都齐了，要不上桌吃饭吧？可算做好了，我都等饿了。走，吃饭去。5斤大米是怎么回事？小时候家里穷，受过他们家一次接济，那后来还了吗？转过年就还了10斤新米，连本带利早就清了。看来还回去的不只是大米，还有公婆一家的脊梁骨啊！别管你妈了，她那人就爱收拾，非得把厨房擦干净才肯吃饭。咱们先吃咱们的。怎么着，二弟，我这个当大哥的还动不得快了？你这是不给我面子？不是大哥，我还不饿。
再等等宴会吧。弟妹啊，你快别磨蹭了！你要是不出来，这一桌子人都得陪着你挨饿，我们可担待不起。快了，快了，小哲你们先吃，别饿着冉冉，我擦完灶台就来。听到没？可不是我不请你妈，你要是再不动筷，就是存心让你大伯陪着饿肚子呗。今天这顿饭，谁都别想先动筷。这么急着动筷，是等着吃席吗？大清早亡了，使唤人这么利索，真当自己是地主家的主子。市场上上门做家宴的大厨1小时2000，我妈从做饭到收拾干了1个半小时，3000块，现在转账。宋冉冉，你疯了！我要报案！方哲，你就看着你老婆在我家撒野！你知道的，我根本拦不住他。反了你了，在我家还敢这么嚣张！怎么？我说错了？当年5斤大米，我们家转头就还了10斤，恩情早清了。就这点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，你们拿捏我公婆10几年，上门就让我婆婆当免费保姆，连口热饭都不让她上桌吃，这就是你们当大哥大嫂的规矩。你要报案随便报，正好让人来评评理。亲戚上门做客，逼着弟媳妇儿当牛做马，到时候街坊邻居都来看看，看你们老两口的脸往哪儿搁。手都蹭红了，别跟他们气坏了身子。也是，跟不讲理的人废什么话？3000块工钱，微信转我婆婆，转完了我们立刻走。以后你家这门我们不登也罢。滚！只要有我在一天，你们一家就休想再登我家门。妈，别收拾了，我们回家。哎，来了来了。行啊，正好省得我们再来伺候你俩。下回再想找人做饭，记得花钱请保姆，别打亲戚的主意。对了，家里乱成这样，就别招待客人了，丢人。你还想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提醒大伯一句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，别把半分恩情耗成了一辈子的仇。从那天开始，连着大半年，大伯一家消停了很多，婆婆肉眼可见的轻松，公公笑容也多了几分。只有我清闲大半年，还有点想他们呢。我家的这种情况，说白了就是一团泥潭，我就这么把你拉进来，挺对不起你的。这是哪里话？我正愁没乐子无聊呢。转眼我们家的房子成了拆迁房，补偿款接近1000万。而拆迁计划发布的第2天，久违的大伯一家出现了。给你们3天时间，赶紧搬走。方圆啊，这里是我家，你为什么让我们搬走呢？二叔年纪大了，脑子也不好使了吗？这里的房子一开始是分给我家的，是你们死皮赖脸的硬要过去。这本来就是我家的房子，拆迁款自然也全是我们家的。什么叫我死皮赖脸的硬要？当年分给我家的是120平的大房子，是你爸妈说你家人多，非要跟我换的。你如今又来倒打一耙。你也承认了，当初是换房才导致你们住在这儿，我们家也不占你们便宜，再把房子换回去就行了呗。大堂哥，你不能这样，这里是我家呀！起开！妈，这锅全看你眼前了。哎呦喂，欺负人啦！什么？腿动不了了！我真的叫救护车！天哪，你居然做出这种事，还是海龟呢！我看你就是那缩头的乌龟！喂，我要报案，这里有人受伤了，赶紧再转救护车！哎，你这混蛋，给我回来！打了人还想走，给我在这儿等着！是他自己倒下的，我根本没使劲儿。哼，老人家现在都躺在救护车里了，有什么话回去配合调查再说。没有我们的谅解，他至少要在里面待够5天。被他们欺负了半辈子，到如今终于能反抗了。高兴不高兴？高兴。想不想更高兴？想。妈，我先给您打个预防针，再做下去恐怕要损害点风评了。以前我总在乎别人的评价，怕人说忘恩负义，所以由着别人在我身上占尽便宜。冉冉，我现在想好了，就算别人骂我又怎么样？我的孩子得到实馈才是真的。我们俩被欺负了一辈子，不能让你跟方哲也受欺负。大胆的做，有问题我背着。你个泼妇！
让亲戚们也见识见识咱们方家的天之骄子是怎么大放风采的。宋冉冉，你个小贱人，你敢报案抓他！你这个丧良心的！大伯母，骂完了吗？骂完了，听我说，那套房子在我公婆名下，是我们家的。现在我婆婆因为这个受了伤，躺在医院，我要告方圆。那房子我们不要了，冉冉，你赶紧把你堂哥弄出来，都是亲戚，大家不要闹得太僵，你说是不是？哼，抢房子的时候不讲情面，出事了又来攀交情。妈，你别听他胡扯，那套房拆迁后有1000万呢，必须要。行吧，那你就先在这里待几天，看我能不能告你一个。别，冉冉啊，你想怎么样，我们都听你的。你堂哥从小娇生惯养，没待过那种地方，你行行好，赶紧把他弄出来吧。早这么说不就得了？房子换回来也不是不行，但是大伯母，你们那套旧房子没在拆迁范围，算下来我们要承担被拆迁款损失的风险，我们吃大亏了。另外补偿我们300万，给钱我们就换。300万？你还真敢开这个天价？不对，我觉得你有诈。房子又不是我的，我掏点钱出来很翻常吗？补偿的300万我要现钱，你得单独打到我的账户上。拿你公婆的房子换钱给自己，我还真是把你想伟大了。宋冉冉，你之前借题发挥就是为了取得你公婆的信任吧？论压榨，谁能有你狠？你这话说的不对，你们家是又坏又贪，我跟你们不一样。我图钱，我摆在明面上，哪像你们抢人房子还要披一层亲戚情分的皮，嘴上讲恩情，手上掏家底，又想当好人又想吃绝户，累不累啊？冉冉，谈好了吗？方哲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女人在算计你爸妈的财产，你就同意让她办事？我都听老婆的，跟你爹一个样，3棍子打不出个话来。你也别忙着踩他，至少方哲有一点比你强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他怎么可能比我强？方哲当然比你强，他知道什么叫一家人。而你呢？拆迁消息一出来，亲爹亲妈、二叔二婶、兄弟亲戚全都成了你算盘上的珠子。你这不是海龟，你这是铁算盘成精了吧？你少在这阴阳怪气。这就受不了了。你抢房的时候不是挺硬气吗？爱换就换，不换滚。要不是我急用钱，我能便宜你。等拆迁款一到账，我有的是办法。到时候你别说300万，你就是求我，我都未必搭理你。你就不怕我告诉你公婆？那你去啊！你敢说你是来抢房子的，我就敢说你是来几日游的。看看是你那张嘴快，还是我这边的谅解书值钱。再说了，你现在最该担心的不是我公婆信不信，是你妈舍不舍得让你继续在这儿待着。换？怎么不换？等我们拿到钱，而你公婆只有一套老旧房子，我看你怎么跟他们解释。那就不劳你操心了。你说话要算数，钱到账立刻办过户。1个月300万，我说话算话。你没事吧？我刚刚一直在外面等你。没事。那我陪你回去吧。不用，你先回去。这女孩你认识吗？方圆的结婚对象，他这次回来就是要结婚的，原本不愿回来，听到拆迁风声，才不情不愿订了机票。不喜欢人家还要娶，图什么呢？女孩家境不错，以前算她高攀，拆迁一出，她觉得自己家境更好，就不愿意了。我的天啊！这又是什么情况？方圆好不容易回国一次，这行程排得够密的呀。不过，那卷发女孩好像有点眼熟。姐妹，这个女孩你认识不？
我家市场部的小方啊，你见过一次的，还真认识。这个人呢，他名字叫方圆，认识吗？这个名字太特殊了，我记得我家公司派到机场做地勤的员工。怎么了？你认识？什么留学高材生，什么久居国外，什么这一辈方家最有出息的人，都特他妈是他编的。怎么了？老公，咱们捡着大的了。把他的任职资料都发我，1个月内注意一下这两人的资金动向。谢谢姐妹。这下有意思了。又发现什么了？不说，先让子弹飞一会儿。大伯一家家境一般，再加上一个出国留学的儿子不断掏钱，家底早就薄了。让他们1个月凑300万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很拙劣的手段。他开始了。你看这话术，粗糙的都不带遮掩的。先拿好项目吊胃口，再拿都是亲戚降戒心，最后再用低于10万别来装门槛。话说的挺大，脑子是一点没动。来了，什么项目啊？方圆做的项目，那肯定差不了。都是一家人，有钱一起赚。但会有人信？没办法，谁让方圆头上还顶着出国留学高材生的光环呢？就这几个字，够唬住一批人了。招数不高，胜在名声包装的厚。海归高材生，方家最有出息的一个，这几层金皮一骨，还真有人愿意往里送钱。老婆，我们不提醒他们吗？现在提醒没人信，说不定还得怪我挡人发财嘞。我也去10万试试。方圆做的项目肯定我也去20万，我也去。哎呦，这么多人投钱啊！这群人可有好果子吃了。话说我闺蜜咋还没给我来仙儿呢？起了。这不是急，是我八卦的心已经按耐不住了。不对劲啊，亲友团那么响应，居然1分钱都没筹到吗？不然他怎么会指使自己对象去冒险挪用公款，还刚好挪了我要的全额？别急着追款项，我给你兜底，再陪他们玩一玩。咱俩谁跟谁，记得跟我随时转述细节，别耽误我吃瓜。没问题。钱凑齐了，赶紧过来办手续。走。行，我去接爸妈，今天只办手续，别的事交给我盯着。谁要是临场改主意或者耍什么心眼儿，冉冉不用跟他们费口舌。哟，今天这么硬气。听老婆的话，不等于任人拿捏。他们欺负我爸妈这么多年，这种场合，我总该沾之一回。爸，过户吧。爸，慢点，资料我来递。冉冉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这套大的也能拆？当然是真的，这套面积大，等拆的时候赔的更多。那方圆怎么还给你补钱？妈，你放心，他是还我之前借的钱呢，跟房子无关。蠢货，嘴巴放干净点。怎么，说到你心坎上了？今天是来办手续，不是来听你摆脸色的。钱你愿意出是你自己点的头，字你愿意签是你自己伸的手。现在占了便宜还要骂人，吃相太难看了。这许愿完了吗？你丫怎么玩去？请双方保持安静，继续签字。别急啊，谁是笨话？现在说还早呢。让他先得意。你现在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近朱者赤。我懂了，用对象挪用的公款打给了我，拿着亲友团的资金去买跑车。这一圈下来，方圆1分没掏，提前过上暴发户的生活。
怎么又一个美女？不是小芳啊，好像也不是上次见的那个结婚对象。我操！方圆太不是东西了吧！小芳冒着风险给他挪公账，他转头就把人踹了，真不是个人啊！可怜小芳现在还不知道呢，一天天上班的时候小脸煞白，吓都要吓死了。所以恋爱脑要不得，男人说两句好话就什么都敢干。就是啊，等拆迁款下来，你直接把照片发给小芳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喜欢。不过你绕这么大一圈子，算起来你们还是亏的。放心，我不可能会吃亏的。拆迁款1000万呢。换过来120平的老房子，市场价不到300万，你们血亏。你觉得我吃亏啊？那是你只看见眼前那一锤子买卖，没看到后头那一整条线。觉得我吃亏的人，哼，肯定没有看拆迁规划图。这一波拆迁是要建高铁站，换来的房子与高铁站仅一条窄路之隔，必然也会拆，不过时间不是同一批罢了。别人看见的是现在值不值得，我看的是他下一轮值多少。你是说那套120平的房子后面也会进拆迁？不是会不会，是什么时候？高铁站修起来，周边这一圈不可能留着不动，路要拓，配套要建，沿线要清。他现在看着旧，是因为还没轮到他，这一套才是真正的大头。等会儿我捋一下，也就是说，你明面上把眼前这一波拆迁让给了方圆，实际上是提前把下一波更大的吃进嘴里了。不然呢？我闲着没事跟他换房玩，他以为自己拿走的是1000万，实际上拿走的是眼前的糖，我换回来的是后面整块蛋糕。没办法，他太贪，贪的人最好骗。只要让他觉得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，他自己就会往坑里跳。你这也太能算了吧！再说了，他那种人根本等不了以后，有钱就想马上炫，有利就想立刻占，眼前能吃到嘴里的，他绝不会忍着去等后面的。你这脑子真好使啊！谁说你只会蛮力的？你脑子比你武力还好使呢。那是，会动手也得会动脑，不然怎么配当你姐妹？暴力是解决眼前的，脑子才是吃长线的。哟，拆迁款在方圆一家翘首以盼下，终于发下来了呀！开奖了，比开奖还热闹呢。你们看，我车都提了。钱刚到手，尾巴先翘上天了。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了。他不是想让别人知道他有钱，他是想让别人知道你们的钱交给我，没错。既然你跑车都开上了，什么时候给我们分红呢？来了，开始惦记分红了。这一句可真有水平。怎么说？前半句是嫌人烦，后半句是拿钱压人，意思很简单，我现在有1000万，你们那点小钱也配让我赖？这话一甩出来，谁还好意思继续催？用大钱给自己做信用背书。对，人一旦觉得你根本没必要骗，戒心就会自动放下。1000万，那可是巨款。亲友团现在不急了？他们当然不急，钱还在希望里，谁会急着承认自己可能上当？不过亲友团不急，有人该急了。是小芳。对，他那300万不是自己的，是公账，别人能等，他不能等。等着看吧，热闹还在后头。从挪用公款计时开始，到归还日期结束，超过3个月就可以判刑。你现在只剩下5天。公司现在给你时间，不是不要追究，是给你最后的补救机会。5天之内钱回不来，程序就往下走。这是你男朋友吗？
是他让我挪钱的。可惜，他现在的女朋友不是你。为了不坐牢，小芳你要努力哦。不对，等于是我前脚掏钱，后脚他就移情别恋。不对，也可能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就移情别恋了。他让我出来套公款，就是让我当弃祖，当替罪羊。渣男，赶紧还钱，不然老娘拉着你同归于尽！方圆，你给我出来！怎么回事啊？像是来讨债的。方圆，我给你3分钟，再不出来，我就把你所谓的海归留学生的事儿抖落干净，大家谁都别想好过。别喊了，不就是300万吗？我这就给你。不是300万，是600万。你疯了吧？借300还600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你以为公款是那么好用的？公司说了，不双倍赔偿就不撤诉，300万的公款够我们俩在监狱里待5年。要钱还是要自由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你要是敢扔下我跑，我肯定咬定你，到时候你就从海归留学生变成逃犯。600万。你这个小姑娘喊什么呢？我们家方圆在国外留学，能有什么事儿？你还不知道吧？方圆根本就没……行了，我给。我留学的事儿，你给我把嘴闭牢了。你要是我的，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？你说话呀！我们方圆在国外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方圆在国外也是一个大傻逼。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在国外也是大撒逼呀？死渣男，滚一边去吧！今天是最后期限，300万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都补回去了。到账了，款项归位，公司这边暂缓处理后续责任，以后别再碰这种线了。我辞职。真走啊？不走留着过年啊？钱补上了，人也该换个地方喘口气了。谁说恋爱脑的女生都是蠢货的？你可太精了。你料定他不敢来公司核实钱款明细，握着信息差，从渣男手里咬出来一大笔钱。说真的，这一口漂亮。他把我当弃子，我总不能真让自己白死一回。
换个城市，重新开始，以后长点心，别再替男人玩命。谁还敢小瞧恋爱脑的女生？小芳她可太精了，她从渣男手里咬出来一大笔钱，还不被挑到错处。高，实在是高。小芳这边唱完了，该轮到我这边敲锣了。看这么入神，水都不喝了，渴不渴？渴，正好。饿不饿？先垫一口。你这服务越来越到位了。你负责看热闹，我负责后期。来，一起看。什么？方圆居然在机场当地勤，还是个外包？现在机场地勤的学历要求这么高了吗？仔细看看简历啊，什么海外留学生，就是个大专毕业生。这些年不知道给自己贴了多少金，好好当大专毕业生不好吗？非要冒充海归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一旦开了口子，后头都不用我推。海归不海归的事情先放一放，方圆，赶紧还钱！别装死，项目到底怎么回事？对，先把我们的钱吐出来再说。舒服，这才是重点。高兴了？高兴，太高兴了，简直高兴惨了，好不？这群里怎么回事？怎么都在说咱家方圆？我看看。我不关心钱的事儿，大不了还回去就是。倒是方圆，怎么可能假海归？把方圆给我叫出来。你先别上火，说不定是谁在那胡咧咧呢。咱儿子都出去这么多年了，怎么可能？我让你把他叫出来！大半夜的干什么啊？你再说一遍，你留学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爸问你话呢，你倒是说呀。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为什么走路都比别人抬头抬得高一点？我瞧不起这个，看不上那个，在亲戚朋友面前说一不二，不就是因为我有个出国留学的儿子吗？不就是因为我儿子比他们家那些孩子都争气吗？这可是我一辈子最拿得出手的东西。现在你告诉我，这东西是假的？今天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爸，你也不想想，哪有好大学会接收我呀？你当海外的大学都是白痴吗？所以你真是骗我的。这也不能全怪我。你这叫什么话？不是你骗的，还是别人逼你骗的？当年是你们先嫌我丢脸，说我考成那样，还不如别回来见人。爸还说过，要不是看在我姓方的份上，早把我赶出家门了。我要是不编个留学的身份出来，你们还怎么给我生活费？还怎么在亲戚面前把这事儿圆过去？说白了，这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，你们不也挺乐意的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了吗？这些年你们拿我留学的名头在外头多有凭子，你们心里不清楚？这都是你情我愿的事儿，你们想了面子，花了钱，现在出事了，凭什么全推我一个人头上？方圆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你这个不孝子！老头子，你别吓我！快喊救护车啊！一群糟牟的，眼里只有钱。我家人病倒了，看不见吗？过来一趟不带点东西看望就算了，张口闭口就是钱，都滚！到底谁的眼里只有钱？我们只是要回被骗的钱而已，跟你们骗钱相比，还是你们更不要脸一些。赶紧的，把钱还了，大家以后还是亲戚。不然我们就报警了。不就是那点钱吗？赶紧给他们，让他们滚！1000万的赔偿款，我已经还给小芳600万，而亲友团筹集到的200万已经被我挥霍光了，怎么办？你愣着干什么？给啊！200万而已，闹成这样难看不难看？妈，你懂什么？我怎么不懂？钱给了，这帮人不就散了吗？这钱不是说给就能给的。
如果把亲友团的这200万还掉，那拆迁款就只剩下200万了。200万呀，连当初的老破小都买不起了。怎么会只剩200万？那1000万呢？反正钱没那么多了。方圆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到底花了多少？方圆，别装死，今天必须把钱还了。方圆，少废话，赶紧还钱！你别是把大家伙的血汗钱都花光了！呸！一群穷鬼钻进钱眼里了，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，我们家现在可是拆迁户，那是能轻易花光的。方圆，赶紧把钱给他们，让他们滚！还，我这就还。老房子拆了，新房还没买，我们就剩这200万了，以后住哪儿？难道全家去租房？行了，老头子，人都打发走了，你也别生气了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当。怎么开口？告诉他那800万已经被我花光了，我上哪儿去再找钱？老头子，你也别跟孩子置气了。虽然赔了一大笔，但咱手里不还剩800万吗？方圆那未婚妻梅梅家可是开厂住别墅的，等过几天方圆去哄哄，把婚事办了，彩礼往那一摆，咱照样是这方圆百里的体面人家。他家能瞧得上现在的方圆？怎么瞧不上？青梅竹马的情分在那儿呢。老头子，你快好起来，咱还得给方圆操办婚事呢。对啊，梅梅最听我的。妈，这800万我有用，我拿去当首付，剩下的让梅梅家出，新房这不就有了吗？那我和你妈住哪儿？老家房子可拆了。哎呀，你们回乡下租个屋子住几天怎么了？年纪大了住哪儿都一样，等我买了别墅再接你们。滚！你当我们家是收破烂的？爸妈，你们这干什么？我和梅梅叫我爸。跟我女儿有婚约，还敢在外面勾三搭四？你回来这半年，光是被我们抓到的新欢就有3个，婚事没了。以后再敢出现在我女儿面前，把你输了进来，横着出去！方圆是个混账，梅梅那一家还愿意把梅梅嫁过来吗？老头子，别想那么多了。方圆愿意收心结婚，梅梅也是个好女孩，咱们好好准备他们的婚事就行。就是他们，对，那个骗子的父母。哟，这不是海龟高材生的爹吗？还没看今天的头条吧？大伙儿可都等你们回复呢。这是什么？你骗了，还钱！骗了，骗到哪儿？骗到哪儿？这些照片哪来的？谁发的？哼，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吧？这丑事儿传的全县城都知道了，还装海帆呢！呸！老爷子，与其在这儿心疼名声，不如赶紧查查你们家那拆迁款。像那种谎话连篇的人，这些天指不定挥霍掉多少了。要是等他把钱霍霍光了，你们老两口真得去喝西北风。200万，200万，怎么可能真只有200万？原本有1000万的。
200万，填进 ICU 就是打水漂，根本救不了命，但却能让我东山再起。所以爸，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我银行卡呢？钱呢？那是救命钱啊！没了钱，老头子怎么办？我真是……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证后再拨。冉冉，你快帮帮我们！方圆把我们救命钱都卷走了，我们好歹是亲戚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啊！方圆卷走你们的钱，你应该去找方圆，堵在我家门口算什么事？冉冉，你看看，全村的人都在戳我脊梁骨，说我养了个贼。你现在日子风光了，我们家破人亡，你就不能发善心，把房还给你大伯续命吗？别想了，还房不可能。你不还房，你大伯在 ICU 里就熬不过今晚，这人命就得算在你头上。别闹了，能不能冷静点儿？大伯母，既然要算，我们就把账算个透。这是当时自愿换房的签字雕具，白纸黑字，而这是你儿子亲手打给我300万，并备注无偿赠与的转账前途。最后，这是你以前使唤我妈当老妈子的录音。房子的事儿合法合规，你儿子的路是他自己选的，不是我们逼的。我掀桌子是为了护我妈，揭穿谎言是因为他造假。我可以看在亲戚情分上，私下借你一笔医药费，但这套拆迁房是我公婆晚年的保障，我绝不退让。没天理啊！你信不信我让大家都知道你们家是群冷血人？以后你们家别想有好名声！你要是再上门煽动造谣，我明天就报警走民事诉讼。到时候证据全网公开，到底谁难看你自己想清楚。嫂子，这么多年我们的退让换不来你们的好待，这一次我们全听冉冉的。同志，我要报案！我儿子方圆卷走家里全部存款跑了。我没犯事儿，你们别抓我，我就是出门打工。有人报案，你涉嫌侵占大额款项，恶意转移财产，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方圆私自处置拆迁补偿款还债及个人挥霍，涉案金额巨大，且以虚假项目侵民有投资，性质恶劣。同志，这是我们留存的全套材料，当年自愿换房协议300万合法转账回支，以及方圆上门骚扰的所有取证。这事说到底是家里亲戚纠纷，能不能私下和解撤案？当初你上门强锁房子，卷走血汗钱，抛下重病亲生父亲跑路时，就该想到法律自有公道。同志，冉冉说的都是真的。受害人全部报案追责，不存在谅解空间，名下资产全部冻结清算，优先偿还老人医疗费及受害亲友。之前是我糊涂，一次次为难你们。大伯娘，我提交证据不是为了报复，只是希望这事儿能公正解决。往后如果大伯医药费实在周转不开，我可以提供小额救助，但法理底线不能退。钱没了。
没了，家没了。慢点喝，医生说你得吃流食养着。钱都没了，没了就没了。人能从鬼门关爬回来，就比什么都强。以前啊，总觉得别人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，觉得一时恩情能用一辈子。现在才懂，命里不该有的东西，强攥也攥不住。方圆走到今天，是我们俩从小惯的教的，怨不得旁人。阿姨，下午法院开庭，您不过去吗？去，但我不是去闹的，是我儿子犯了法，该怎么判就怎么判。我没脸替他求情，更没脸再去缠人家二弟一家。冉冉，一会儿进了庭，我们要说啥呀？不用紧张，法官问什么就如实答什么，是非对错，法庭自有公断。爸妈放心，今天的审判我们是受害方证人，不是去吵架的，全程跟着流程走就行。冉冉，你说今天这案子能实打实的判不？就是啊，当初要不是信他是海归高材生，说项目有政府背书，稳赚不亏，我们怎么可能把钱都投进去？这个挨千刀的骗子，装了7、8年留学生，连亲爹的救命钱都卷走跑，简直连畜生都不如。大家先稍安勿躁。今天开庭，公诉方会提交完整的证据链，法院会判决责令方圆退赔。我们这边也提交了拆迁款流向的完整凭证，能证明他拿到1000万补偿款后，从未投入任何实体项目，全部用于个人消费、偿还债务和挥霍，进一步坐实他的非法占有目的。说起来也惭愧，当初你在群里发他资料的时候，我们还跟着旁人说你坏话，现在才知道是我们糊涂，被猪油蒙了心。都是亲戚的，谁也不想走到这一步。只要大家踏踏实实过日子，比啥都强。我不服，我没罪，这全是宋冉冉故意设局害我。换房协议是你自愿签的，300万是你亲手转的，欺骗亲友，卷走你爸救命钱也全是你自己做的，少往别人身上泼脏水。本院认为，被告人方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，骗取他人财物，秘密窃取家庭成员财物，数额巨大，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，公察机关指控罪名成立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。妈，你听见没有？是宋冉冉害的我，全是他害的我们家破人亡。方圆说的是真的吗？妈，你可算来了，千万别被宋冉冉骗了。当初换房根本就是他的阴谋，他早就知道2期拆迁的事儿，故意把快拆的房子塞给我，把更值钱的大房子换回去，就是为了吞咱们家的钱。可人家有白纸黑字的协议，当初也是你自己点头答应的。我那是被他下套了，他故意装成贪钱的样子，让我以为占了天大的便宜，实则挖好坑等我跳。要不是他，咱们家能拿着1000万舒舒服服过日子，你和我爸能落到今天这步地地，家破人亡全是他害的。就算真是这样，又能怎么办？家里都成这样了，谁还敢去招惹宋冉冉啊？其实我手里是真有个好项目，本来想等拆迁款到手了再投，能赚更大的。现在投还来得及，妈，你赶紧把剩下的钱都投进去。你胡说什么？你爸治病康复的钱都快凑不齐了，你还想骗我钱？方圆，你是想逼我们老两口去死吗？妈，我怎么可能害你？就是钱不够才要投啊，不然哪来的钱给我爸治病？宋冉冉害得我们一家这样，你还真指望他会发善心帮我们？他巴不得我们越惨越好。妈，你想想，爸后续康复要花钱，你平时吃喝吃药也要花钱，我在里面又没法赚钱，只能指这个项目翻身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呀，妈，你还不信我吗？我是你亲儿子啊。行，我投。妈，你疯了吗？对，我是疯了，都是你的好主意。你鼓吹的是什么好项目？明明是高利贷。现在好了，帽子叔叔就找上门了，说我们参与放高利贷犯法了，我不但要赔钱，还要被判刑。你爸听到这消息，直接在病房里气得脑溢血了。这下我们是真完了。我不知道，周哥明明说了没问题的，怪我干什么？谁叫你听我的？你自己不多打听分辨，是你的错。我怎么生了你个孽障啊？你有没有心啊？
我马上要上法庭了，方圆，我不会来看你了。冉冉，市政2期拆迁计划下来了，我们换回来的那套大房子赔了将近1500万。我早就知道了。我们冉冉真聪明厉害。还有一件事，大伯母出事进去了。什么？上次见他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他干什么了？听说是信了方圆的鬼话，去参加违法高利贷了，钱全打了水漂，还牵扯上了案子，人财两空，也要进去了。他肯定是信了方圆在法庭上那套鬼话，觉得是我故意害他们。哼，明明都是他们自食恶果，贪念太重，拉都拉不回来。好了，不管他们的了，我们过好我们的日子就行。冉冉，阿哲，准备吃饭了。哎，来啦！